范魂一脚踹过去。我去你妈的！我告你啊，我姐姐心善，今天就饶你一条狗命，滚！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这就滚！李屠户顾不得疼痛，狼追狗撵的一般，掉头就跑。他脚底抹油，刚想溜，范魂的声音就在身后响起：“吴掌柜，去哪儿啊？本少爷准你走了吗？”范少爷，我尿急，憋着，先给我姐姐磕头认错。吴世仁心里骂翻了天哪！这死丫头不知给范家灌了什么迷魂汤，竟让这混世魔王如此为他卖命。哎呀，范少爷呀，您看您这是干啥呀？我给陈姑娘认啥错呀？这些人呐，我是一个也不认识，你可不能听信他们一面之词啊！你他妈胡说八道！不认识人家能往你头上扣屎盆子呀？啊！我就问你，贵还是不贵？再啰嗦，信不信明天就让你的清水酒楼关张啊？啊！哎呀，信！哎呀，范大少是谁呀？别说清水镇了，就是整个安阳都是跺一脚颤三颤的人物啊！吴世仁嘴上奉承，心里早已骂遍了范家的祖宗18代。在这儿给本少爷戴高帽子，哼！别以为你说几句好话就能糊弄我啊！赶紧给我跪地磕头，不然本少爷什么脾气你懂的。哎呀，范少爷呀，您高抬贵手，我和令尊可是故交啊。还有沈县城，我们的关系可都不一般呐。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您就给我个面子，饶了我这一回吧。行，看在爹的面子上，贵就免了，但欠必须道。我道歉。强挤出一个难看的笑。嘿嘿，那个陈姑娘啊，以往多有得罪，还望海涵呐。陈青青知道他口服心不服，但是想到吴翠花对大哥的情谊，大哥又一心要提亲，他不愿将事做绝。吴掌柜，生意场上各凭本事，你酒楼生意不佳，该想法子精进菜式，改善经营，而非使这些下作的手段。若是执迷不悟，路只会越走越窄。是，哎呀，姑娘教训的是啊。吴世仁转身又朝陈峰一揖。哎呀，陈掌柜呀，是我糊涂，今后啊绝不再犯。陈峰看在吴翠花的面子上，胡掌柜言重了，事情过去就让它过去吧。吴世仁如蒙大赦，转身离去。南山村里，儿子，这次你可要加把劲儿，咱家可都指望你蟾宫折桂啦。娘，你放心，儿子已经做足了准备，到时你就等着跟儿子享清福吧。好，娘信你。今天啊，娘把压箱底儿的那些鸡蛋都拿出来，好好给你补补身子。哎，不用娘，那些鸡蛋还是留给你吃吧。现在家里的精米已经不多了，若是再不动身，他还得把仅有的银子拿出来买粮食。娘，儿子叫你回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我想这几天就起身赶往宁京。儿子，这是不是有点早啊？赶考之路山高水远，真要是有个耽搁，那可就后悔晚矣。你说的也对，那你就准备准备，咱们选个黄道吉日，你就赶路。这还有啥可准备的？只要带足盘缠就行了。明天我就走。哎，不行，你是去赶考，不是去赶集，出行咋能如此草率？明天正好是15，你咋也得去城隍庙上炷香吧，也好让神灵保佑你一举得中。行吧，那我明天去上炷香，讨个吉利日子就启程。相公，你走了，我可咋办呢？如花，我是去考取功名，也不是不回来了。你和凤娇在家好好孝敬爹娘，再见时你们可就是官家夫人了。相公，你能不能先别着急走啊？凤娇，你有事儿？相公，我想咱家若兰了，也不知她现在过得好不好，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她？我不都说了吗？上次我都去看过了，若兰现在可了不得，出来进去都有丫鬟伺候了，那小日子过得美着呢。那她咋不回家看看呢？看啥看？有啥可看的？范家那是高门大户，
出来进去讲究多，不像咱们这穷苦百姓，隔三差五能串个门子，走个亲戚啥的。展才，我想带继业回镇里。你回镇里干啥？在家不挺好的吗？你去镇里干啥？租房吃喝不得花钱呐？娘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继业这孩子随展才，脑瓜子聪明，就爱读书识字。我想让他去镇里读书。读书？那得花多少钱？凤娇，你现在着啥急啊？儿子不就是想读书吗？不急在这一时，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光耀名门，到时再给咱儿子请教书先生也不迟啊。柳凤娇可不想听这些虚无缥缈、不着边际的话。哎呀，展才，钱不用你们担心，我自有办法让继业读书。我早就听说镇上的王旗长想给他儿子找个陪读，我想让继业去当书童，这样既能省银子，继业又能读书。1个月，王旗长还答应给继业200文钱，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。凤娇啊，你这当娘的是不是傻？书童不就是伺候人的奴才吗？咱家不比从前，展才那可是远近闻名的大秀才，继业就是秀才儿子，咋能让继业干下人的活计啊？不行不行，我可丢不起这个人。是啊，姐姐，娘说的对，继业现在还小，伺候人的活计不好干，稍不顺心，非打即骂，可不能让继业去。你闭嘴，我的儿子用不着你操心。这几个月他在南山村像个笑话一般，都是因为他。姐姐，你看你咋不知道好赖呢？我这不也是为了继业好吗？用不着你瞎好心，有本事你还是早点自己生养一个，你爱咋管咋管。凤娇，我觉得如花说的有道理啊，咱继业可是秀才儿子，哪能去给人当书童？等我中举归来，咱们也能请得起教书先生，你何必多此一举？相公，你这一去得好几个月，我和继业待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，去镇里多少也能学一点东西。不管咋说呢，也是伺候人，我觉得不妥。娘，书童不是伺候人，就是陪着读书，帮着整理书籍，写写字啥的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展才啊，你啥意思？没看出来那个王市长为人如此张扬，竟还想给他儿子找个书童。那我就给他书信一封，告诉他我儿子愿意去给他做书童，让他仔细斟酌此事，真要是不开眼，以后再找他算账。展才说的对，继业现在是秀才儿子，那王旗长不敢苛待他，我觉得出去锻炼锻炼也是好的。相公，书信就免了，王旗长怎么也算是一个小吏，如此大动干戈，岂不让人难堪？再者说，有你秀才的身份，就算是不打招呼，他也绝不敢怠慢咱家儿子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既然如此，我也就不必浪费笔墨。相公既然答应了，我想明日就动身去镇里，也好让继业早点学东西。好吧，你手里的银钱还够你们娘俩的花销吗？够用。堂坊忙碌一天的人已经闲下来，梁富贵媳妇儿等人一脸的八卦。翠钱，你家婆婆可真能吹啊，见到人就夸陈占才有福气。今天早上竟然拽着大笼子说起来没完没了，把大笼子都给整饿裤兜子了。孙氏轻笑了一声，没有搭腔。翠琴啊，你说你婆婆到处吹牛皮，万一要是陈占才考不上举人，可咋办呢？不知道，估计今年冬天啊，得喝西北风了。还是青丫头有先见，断了亲。就算你婆婆一家吃不上饭，占山家也不管用啊。可你只是分了家，真到那时候，真到了那时啊，我也不会管他们。你们应该也知道，我们家现在还寄人篱下，要不是我大哥大嫂可怜我，让我们在这里谋一份差事，我们一家4口啊都得饿死。对，不能管。你婆婆要是真有那么一天，也是她自找的。翠琴，我听说陈峰在镇里开了一家酒楼，青丫头的医馆也开业了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
我家大宝啊，常去镇里送货，说他们的生意可好了，酒楼天天爆满，医馆更是人满为患。这俩孩子啊，虽然不是我生的，但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真没想到都这么有出息。你家大宝也不差，我听说啊，他也准备起地基盖房子了。总是住在李正家的老宅啊，也不是办法。我大嫂啊，把他们家西边那几分地啊，给我们大宝了。我们打算上秋就盖房。真好，你们大房二房的日子真是越来越好，三房的日子可就不好说喽。富贵嫂子，明天就是15了，我想去城隍庙上炷香，保佑我家亲丫头啊，陈凤、大宝和2个小家伙平平安安的。哎，你去不去啊？去，明天堂坊正好休息，难得清闲，喊上你大嫂，咱们一起去。一日，神仙在上，南山村陈占才前来烧香祷告。晚生寒窗苦读几十年，花了爹娘不少钱，卖了粮食又卖田，只为日子祀神仙。烧香拜佛讲究心诚则灵，今日晚生就怀着无比真诚的心来此顶礼膜拜，求神灵保佑我陈占才能文曲星附体，才思泉涌，下笔成章，一举得中，衣锦还乡。要是这个让佛祖感到为难，也可以换点别的。俗话说，自己走100步不如贵人扶1步，高人指路不如有贵人相助。神灵保佑，让我到达宁京后遇到一个贵人，比如一个年轻貌美女子，最好是宰相家的千金，王侯家的小姐也行。一见到晚生就被我儒雅的气质、满腹经纶的才华所深陷，迷得晕头转向，立马对我一见倾心，一见钟情，非我不娶，是非我不嫁。翠姐，许愿的那人好像是老三。大嫂，是占才，你说他是不是读书读的脑子坏掉了？咋会许这么不着天际的愿望？哎呀，这么多年，老三在镇里读书啊，就是为了躲清闲，养成了吃喝玩乐的恶习。以前有咱们大房二房给他兜底，他现在已经习惯了，啥也不想干。如今没了咱们的帮衬呐，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菩萨身上了。这个陈占才啊，可真是个奇葩，竟然求菩萨保佑他被天上的馅儿饼砸到。你们说，要是真的会掉下来，会不会把他砸死呀？砸不砸死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对，不付出努力呀，就想捡现成的，那不是白日做梦吗？好了好了，咱们都低着点头，别被他发现。咱们看看他还想说什么。神灵在上，刚才晚生想的不够周到，如果遇不上千金大小姐，那就让我在宁京的大街上遇到一个老太太。老太太崴了脚，我就背着送她回家，可她脑瓜子不好使，记不清家住哪儿了。黑心的店掌柜把我和老太太轰出了客栈，迫不得已，我就带着老太太在宁京的大街小巷沿街乞讨。就在我把乞讨来的半个馒头送到老太太嘴里时，就见一个貌美天仙的女子来到近前。女子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备受感动，便把我带回府上，还有意以身相许。可我陈占才为人正直，岂是那种背信弃义之人？盛情难却，我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下了这门亲事。直到成亲的那天才知道，这个女子身份了得，她乃是宰相家的独女。由此我便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前呼后拥，荣归故里。你这人还有完没完？赶紧起来，后面还有不少人呢。就是，你可真够磨叽的，再嘚吧会儿啊，天都黑了。可不是啊，真是吃了猪肝想猪心，得了白蚁想黄金。人呀，可不能太贪，差不多得了，知足才会长乐。求神灵保佑，愿晚生所求皆能实现，所愿皆能成真，我求求你了。与此同时，柳凤娇带着陈继业回到了清水镇，他并没有着急着租房，而是带着儿子去了镇北王启长的私宅。王启长的正牌夫人并不知道此地，这是王启长为了和他优惠方便特意购买的。
哎，夫人来了，要不要我去通知老爷？哎，王妈辛苦了，记得让老爷快点来。是，夫人。功夫不大，王启长匆匆赶过来，看见柳凤娇的眼里便多了一丝火热，可是发现他身边的陈继业的时候，有一丝不悦在眼中一闪而逝。陈夫人，请问你找在下所谓何事？鉴于儿子还在，柳凤娇施了一个礼。启长大人，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让我家小儿子给你儿子当书童，不知这事儿还做不作数啊？陈夫人，你相公如今已是秀才身份，给我儿当书童怕是不合适吧？这么说你不同意？美人落泪，王启长心里一紧。同意，咋不同意？既然如此，今日便住进你王家，希望王启长能好好待我儿子。好，这个你放心，看在你面子上，我自然不会亏待继业。王妈呀，带继业呢去王家学堂，把孩子交给先生，这告诉王爸我儿，以后继业就是他弟弟，让他不要欺负弟弟。好。继业去了王家，记得服侍王少爷时要尽心尽力，不可忤逆他的话。你自己要好好学习，争取超过你爹，给娘争光。娘，儿子不想离开你。儿啊，娘也舍不得你，可咱家的情况你也知道。你爹虽然考上了秀才，却对咱娘俩不闻不问，在陈家，咱娘俩已无容身之处。娘，我爹若是中了举人，咱家的日子就好了。你爹狗辈子都中不了举人。好了，继业，随王妈去吧，记住娘的话，好好读书。娘也不去租房，以后就留在这里做些杂工。你若是想娘了，等王少爷休息，就来这里寻娘。儿子记下了。王启长抱起柳凤娇，朝着内室走去。王老，妾身如今已经没了容身之处，以后可就全都指望你了。好，你放心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这以后我每个月会给你2两银子，供你吃喝。这对外你就是我雇佣的仆人，在屋里你就是我的心肝小宝贝儿。王郎放心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让陈占才沾边，一切都给你留着。好，以后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陈占才那个自私自利、薄情寡义的东西，防着你这么好的娘子不要，竟然在春风楼娶个婊子当成宝贝疙瘩，真不知道他那秀才是咋考上的。堂坊，孙氏和林氏两妯娌从城隍庙赶回来，孙氏便急不可待地把陈占才在城隍庙许愿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大哥，这老三也忒不是东西了，没一点上进心，就知道白日做梦。我看爹娘跟着他，早晚得喝西北风去。占良，他们家的事不是你我能左右得了的。爹娘啥样，你应该也知道。脚底的炮都是自己走的，怨不得别人。就算他们喝西北风，也是罪有应得。大哥，你说的对，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自作自受。哎呀，你们也不要言之过早。老宅的事，明眼人都知道咋回事，只有爹娘还被老三画的大饼蒙蔽着眼睛。咱们现在啊，必须好好的想一想，若真到了那天，难不成真让老两口去讨饭呢？不讨饭能咋办？难不成还想让咱们养着？我才不管呢！行了，咱们也别杞人忧天，说不定老三能考上举人。再说了，爹娘最是疼他，他要是真不管，我觉得他良心上都过不去。大哥说的在理，他要是敢不管，我就把他腿削折了。占良啊，你可别头脑一热想干啥就干啥，打秀才那可是犯法。你要是蹲了大牢，咱家还过不过日子了？行了，老二媳妇，占良说的都是气话，他不会那么鲁莽的。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吧。就是，反正我们和老宅断了亲，以后啊，就算让我们两口子管，你们也得让他们好好长长记性，吃点苦头，不然就凭咱公婆那没良心的，管了也不落好。占良，你记住了，真要有那么一天，
想想差点被卖掉的二宝，你可不能心软。我记下了。陈占良点头答应，看着陈占山。大哥，我和翠琴就先回去了，你们也好好歇歇。好，去吧。回到家里，陈占才就开始收拾行囊，准备明日赶往宁京。儿啊，这一路上山高水远的，你要照顾好自己啊，别舍不得吃，娘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啦。是啊，占才，出门在外不比家里，你要处处小心呐。知道了，这些事儿不用你们操心，我知道咋办。你们就在家等着儿子的好消息吧。好，知道就好。儿啊，路上你可别丢三落四，特别是盘缠，你可收好了，千万别弄丢了。知道了，娘，我又不是3岁小孩，咋能把钱弄丢？那就好，有你这句话，娘就放心了。陈占才踏上了赶考之路。老头子，你说这儿子去赶考，我应该高兴才对呀，可我这心里咋感觉没着没落的？你让我说你啥好啊？妇道人家就是爱瞎操心。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！这个家我要是不操心能行吗？别忘了，咱们家可都指望占才呢。老婆子，你想多了，咱儿子啥样你应该也知道，从小就聪明伶俐，读书又刻苦，都能中秀才，那举人更是不在话下。你呀，就放宽心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有事儿别往心里搁呀。儿子要是知道你这样，他在外头也不能安生啊。你这话说的不假，咱儿子可是文曲星下凡，我这个当娘的跟着瞎着急，不是添乱吗？就听你的，咱们把身体养得棒棒的，等着以后跟儿子享清福。陈老太话音刚落，肚子就咕咕叫了起来。老头子，晌午咱们还吃白米饭？老婆子，咱家稻米马上见底了，咱们还是省着点儿，掺上糙米吃吧。你这人脑瓜子真是缺根弦儿，稻米掺糙米，那玩意根本吃不出稻米香味儿，你这不糟蹋粮食吗？咱家现在存粮不多了，为了不饿肚子，咱们还是省着点吃为好。一天天就知道瞎操心，有这闲工夫你弄点粮食回来不就得了？从嘴上说算啥本事？见他半天没言语，咋着？没主意了吧？咱家要是没我，你们都得饿死不可。你能弄到粮食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绝对饿不着你就是了。这个败家娘们儿，她倒要看看她男友啥本事。转眼10多天过去了，就见如花坐在伙房门口发呆。如花，这都晌午了，咋还不做饭呢？娘，不是我不想做，是不知道该做啥呀。整点米饭不就得了？哎呀，我的亲娘，今早我就跟你说了，家里已经没了精细粮食了，粮食口袋我都洗干净了。今天晌午饭就别吃了，你回屋里歇着去吧。好，那我回屋了。老婆子，咱家现在还有半袋子糙米，1袋子米糠，咱们要是从今天开始不吃午饭，早上喝稀汤，晚饭吃杂面窝头，估计勉强能挺到儿子回来。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一天除了稀粥灌大肚就是窝头拉嗓子，那根本就不是人吃的玩意儿。天天要是吃这些破东西，估计不等儿子回来，我这把老骨头早就饿死了。这不吃那不吃，你说吃啥？瞅你那点出息，想不出主意就会伸脖子瞪眼睛，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啊？你让我动啥脑子？我咋也不能真拄着木棍去讨饭吧？可占才是秀才老爷啊，真要是中举归来，那不是给他丢人现眼，脸上抹黑吗？行了，老头子，就你这脑瓜子，也就能想出讨饭这样的馊主意。别忘了，咱们还有个忘恩负义的混账儿子呢。家都分了，占粮能帮咱们吗？哼，那个穷命鬼现在还寄人篱下，手里能有几个钱？咱们得找肥鸭子下手才行。
你说占山？不行不行，那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更是白搭，抠门如同铁公鸡，不舍得掉一根毛。他真要是有点良心，逢年过节偷摸给咱们送过来几条子肉，那也算是孝顺。老婆子，你呀，还是别打那白眼狼的主意了。就算生一肚子气，我也得恶心恶心他去。老头子，你也知道，陈占山现在可是大冬天穿裤衩子抖起来了，家里富得流油。听说他那个窝囊儿子在镇上开了一家大酒楼，还有那该死的丫头片子，更是泼上水的蔫菠菜也支棱起来了。虽说比不上大财主，也能算得上是咱们这儿的富户了。俗话说，脸皮薄吃不着，脸皮厚吃个够。咱们只要豁得出去，老大手指缝随便露露，都跟咱们吃上1个2个月了。你说啥就是啥，我听你的还不行？好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只要你听我的话，保证让你吃香喝辣。真要是能弄出点银子花花，咱们老两口也去下馆子。行了，老婆子，先别整这些没劲儿的，你赶紧说说，你想咋从老大身上抠搜银子？这有啥难的？咱们就给他来个黄鼠狼觅食，见机行事。陈老太说完，转身就要往外走。老婆子，你干啥去啊？你个傻棒槌，当然是去找那个没良心的狗杂种要钱去啊！这就去啊？是不是有点仓促了？仓促个屁呀！咱们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，赶紧走，别磨叽了。陈老太拽起陈老汉出了家门。此时陈占山从堂坊回来。哟，占山啊，在家呢？你们来我家里有事吗？瞅瞅你这话说的，没事娘就不能来看看你呀？对对，你娘说的没错，这些日子啊，你娘总是做梦，梦到你小时候又哭又闹，你娘心里不放心，就想过来看看你。陈占山看着老两口这副惺惺作态的样子，心里厌烦不已。咱们不是早就断亲了吗？我现在过得挺好，用不着你们惦记。占山，你看看你说这叫啥话？虽说咱们是分了家断了亲，可你是我儿，我是你娘，这是永远都不争的事实。儿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世上哪有娘不惦记儿子的？是啊，占山，咱们以前是有过不愉快，可不管咋说，我们也是你的爹娘啊。这俗话说，天大地大，没有爹娘的恩情大呀。你在我们心里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啊。占山呐，其实咱们之间也没啥血海深仇，就是为了一丢丢的家庭琐事，不至于弄得跟仇人似的。我说你们还有没有点别的心意？就会打这些虚无缥缈的感情牌，你们不嫌累得慌，我听着耳朵都长茧子了。行了，你们别说了，我还要去堂坊，你们要是没别的事，就赶紧走吧。占山，你这孩子有点不懂事儿啊！我是你爹，你咋连声爹都不会喊呢？翅膀硬了是吧？是啊，占山，你爹话还没说完，你咋能撵我们走呢？现在家里也没外人，爹娘就是想跟你说说贴心话，你咋不知道好赖呢？你们别说了，自从被你们撵出老宅断亲的那天起，你们就不再是我爹娘，我也没你们这样的亲人。你们想要说贴心话，应该去找你们最看重的三儿子，而不是我这个啥也不是的泥腿子。儿啊，娘当初那么做也是有苦衷的。陈老太装得一脸的悲伤，假意擦了擦眼角。当初娘要是不逼你一把，把你们全家撵出来，青丫头脑瓜子咋能开窍？你家的日子也不会越过越好，这都是娘的用心良苦啊。这么说，我还得感谢你喽。那倒也不用。占山啊，娘的好大儿，实话跟你说，我们家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啊，你看能不能帮爹娘一把？我们也不多要，够买一袋子精米的钱就行。
你是不是找错人了？你三儿子可是大秀才，你天天在村里吹嘘你秀才儿子孝顺又有本事，就算要卖精米，你也应该找他，而不是找我。再者说，我可没钱给你们。占山可真会说笑，南山村现在属你们家日子过得最红火，你说你没钱，谁信呢？我们家的钱都是青丫头辛辛苦苦赚来的，跟我没啥关系。我家日子过得好，那是我家闺女有本事，我们能跟着她享福。哎呦，娘的好大儿，你就别在这叫花的上坟哭穷了行不？娘舔着个大脸来求你，你不看别的，就看在娘生你一回，多多少少意思点也行。你别张嘴闭嘴就没钱，你当我傻呀？占山呐，你娘说的没错，我们这么大岁数的人呐，既然求到你门上，你咋也多多少少意思意思啊？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鱼情看水情啊！你多给点儿，那是你的心意，给少了我们也高兴啊！你说对不对？常言道，帮是人情，不帮是本分。我没钱，就算是有，我也不会给你们1文钱。你们也不用在我面前哭穷装可怜。谁不知道你们2个月前才卖了地，怎么会没钱吃饭？哎呦，娘的好大儿，你三弟今年这不是秋闱了吗？那点钱娘都给他拿上了。哼，你们可真够行的，活上挨饿也给老三安排的妥妥当当，这种爱子之心真是令人佩服。你看你又说气话，常言道穷家富路啊，你三弟出门在外不容易，真要是做个瘪子，那不也麻烦吗？见他神情冷淡，一副带搭不理的样子，顿时也来了火气。陈占山，你赶紧痛快点，别在这说话夹枪带棒，连损带挖苦的。我不欠你的，只有你欠我的。今天我也不朝你多要，给我5两银子就行。5两银子？哈哈哈哈哈！你们把钱都给了老三，没钱吃饭找我要，我给得着吗？你说话咋这么难听啊？啥叫把钱都给了老三？老三是去考取功名，不是游山玩水。老三是咱家的骄傲，将来指着他给咱们老陈家光宗耀祖呢。你娘说的对，现在花的那都是些小钱儿，倒是占财中举回来，那就是人人敬畏的官老爷。常言道，3年清知府，10万雪花银呐！你现在给我们点儿，我和你娘都记在心上，到时再加倍还你就是了。行了行了，你们该干啥就干啥去，我没钱给你们。陈占山，你还是不是人呐？还有没有良心呐？我可是你亲爹呀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就算我是要饭的，你也不能让我空着手出门吧？就是，我这是白手要你一回。陈占山，钱我可以不要，但我借行不？多了我也不借，你就借给我5两银子，到时候占财回来，我还你6两，这样就行了吧？你们赶紧走吧，我身上没钱。老婆子，这败家玩意儿没一点人情味儿，咱们走，别在这儿看人脸色，受窝囊气了。见不远处的桌案上摆着一盘子的糕点，老头子，别傻站着了，赶紧过来，这东西好吃哎，比大烧饼好吃多了。哎呦，这啥东西啊？甜滋滋的，吃的真不赖，我得多吃点儿。行了，吃一块得了，留着回家咱们慢慢吃。陈老汉说着，把所有的糕点都装进了口袋里。陈占山被他们的举动弄得有些哭笑不得。老头子，咱们走。好，回家。老婆子，刚才吃那东西叫啥呀？我还是头一次吃呢，还有淡淡的花香，真不错。瞅把你馋的，有点出息行不？告诉你啊，这东西好像叫桂花糕，听说卖的可贵了。咋样，这趟没白来吧？哎呀，没白来，老婆子你真行，我还以为啊，咱俩得灰溜溜的夹着尾巴让人给撵出来呢。幸亏你眼神好，瞧见这金贵的好东西了。那是，幸亏我反应快，这不今儿个晚饭有着落了，咱们一会儿都给造了。
别急，老婆子，这可是稀罕东西，不如咱们留着慢慢解嘴馋呢。留着它干啥？先过口嘴瘾再说。哎，我现在算看出来了，陈占山这个王八羔子小日子过得确实滋润。我以为能顿顿吃上白米饭，那就是神仙日子了。可谁想，人家天天都吃上点心了，竟还在桌子上摆放一大盘子。哎，你说他不是吃饭的时候放桌子上干啥？这不臭显摆吗？是啊，老婆子，将来咱们要是能够顿顿吃上点心，我这辈子也就知足了。你呀，真是井里的蛤蟆，没见过啥大天儿。这东西算个屁呀！等咱儿子中举回来，就这玩意儿都上不了牌面。咱们吃的用的，不说万里挑一，那也得千挑万选才行。糕点必须得是皇宫进贡的才行。哎呀，那得花多少钱呢？瞅你这大惊小怪的穷德行，说你榆木疙瘩脑袋不开窍，你还不爱听。别忘了，咱儿子那是人人巴结的官老爷，找他拉关系走后门溜须拍马的大有人在，啥吃的用的那都是整车的送。这都不算啥，倒是真金白银都是整箱的，古董字画更是数不胜数。咱们吃饭的盘碟碗筷那都必须是纯金的。行了，老婆子，你别说了，以后的事儿啊，还是以后再说吧。好，不说了。老头子，以后你只要听我的话，隔三差五我准能让你吃上这金贵的桂花糕。啊，你这话啥意思啊？那个没良心的陈占山不是不给咱们钱吗？那咱们天天去他们家，一不哭二不闹，见到吃的不管是啥，先吐口唾沫就往嘴里塞，吃饱了就往兜里装，看我不把他们恶心死的。你这主意倒是不错，可万一那个没良心的下黑手，咱俩再挨顿胖揍，那咋办呢？他敢！别忘了，咱们可是秀才的爹娘，只要他们敢动咱俩一手指头，咱们立马倒地不起。他要是不给个30-50两银子，咱们就赖着不走了。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这跟无赖有啥区别呀？万一他们报官或是去找李正，这咱们可不占理儿啊。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？啥叫无赖啊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咱们不哭不闹不上吊。他们要是去找李正，咱就说串个门，串门也不犯法吧？他能吃了咱们，还是嚼了咱们？对，老婆子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听你的。这就对了，走，咱们回家吃点心去。林氏从门外走进来，当家的，我刚才见那老两口从咱们家走出来，他们来干啥了？不用我说，你也应该能猜出来。他们真是过分，刚消停几个月又要作妖了。当家的，你没犯糊涂吧？只要你开了这个口子呀，他们家就是一个无底洞，就像吸血虫一般的赖上你。咱们可不能找这个麻烦事儿啊。秀梅，你放心，我没你想的那么傻，他们啥样我能不知道？稍微像点样，也不至于把日子过成那样。我不会给咱们闺女找麻烦的。真的，你没骗我。可我刚才看到那老两口子乐得合不拢嘴了。陈占山知道他担心，便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又开口道：就算讨饭的讨到咱家，我也不能撵出去不是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，我也不好说啥，就让他们拿走了。你说的对，就是我在家也不好说啥。摊上这种无赖的爹娘也真是够倒霉的，他们真是越老越糊涂，越老越没人性。老三要是争点气还好，要是不成人，以后他家的日子可咋过呀？行了，秀梅，路是自己走的，脚上的泡是自己磨的，自家过自家的日子，咱们就别跟着瞎操心了。你这话说的倒是在理儿啊，可我就是担心你犯傻，到时候又心软了。不会的，早在他们打算送我进宫当太监，想卖掉我闺女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凉透了。我若是原谅他们，怎么对得起你和孩子？好了，咱们不说别人家的事儿。当家的，青丫头快回来了，咱们是不是得赶紧准备点吃的呀？再过几天就是月底，上次他说带小韩一起回来，咱们得多准备几道闺女爱吃的菜。啊，对，俩孩子都回来，他们最爱吃我做的葫芦条炒肉片，我得提前把葫芦条泡上。林氏说着，连忙转身忙去了。
清水镇济世堂已经走上了正轨，慕名而来的客人不断。好在李安医术不错，基本不用陈青青出诊。镇里的人都已经知道，如意楼有范家罩着，再也没有人过来捣乱，生意是蒸蒸日上。陈峰也知道了知识的重要性，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去学习。青青姐，这是这个月的收支情况，你仔细看看。好，大宝，堂房你管理得很好，这2个月辛苦你了。过奖了，青青姐，这都是你教的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替你管理好堂房，让你在外面没有后顾之忧。我信你。对了，大宝，我听我娘说你准备盖房子，钱要是不够你尽管说，别和我客气，有难处尽管开口。我知道，我不会客气的。青青姐，老宅那老两口又去你家捣乱了吗？怎么一回事啊？大伯大娘没说你啊？他便把陈老汉夫妇这些日子的所作所为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青青姐，你说这事儿咋办？要不咱们去找李正，让他帮着说道说道。不用，他们不是嘴馋吗？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，你就别管了。好，那我去干活了。此时赵富贵媳妇儿把手里的活计干完，就凑进了熬糖的屋里，假装往灶堂里添柴火，实际上是在偷偷的观察陈占山等人是怎么熬着赤砂糖。这些日子他已经学了个8、9成，就等着上秋另起炉灶。富贵嫂子，要是活计干完了，你就回家吧。陈占山对于富贵媳妇儿的行为非常不满，这熬糖的屋子不让外人进入。不急不急，回家也没事，我帮着添柴，你也能早点回去休息。陈青青正好把这一切看了个清楚。富贵婶子，我不是交代过，这不能随便进熬糖间，你不是知道规矩吗？哎呦，青丫头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了，我这就走。青丫头，你也别生气，你富贵嫂子干活利落，没准儿就是想帮忙呢。但愿如此吧。临近晌午，一家4口正坐在屋里闲聊，就见陈老汉夫妇大摇大摆地走进来。青丫头回来了，这几个月没见，韩小子好像又长个了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，陈寒这小子看着好像长高了不少嘛。你们还有没有完？能不能别来骚扰我们家了？是啊，自家过自家日子，你们总上我家来捣乱干啥呀？你们2口子说的这叫啥话？常年说得好，远亲不如近邻。别的咱不说，作为这邻居，左邻右舍的住着，过来串串门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这咋到了你们嘴里就成捣乱了？就是啊，咱们2家人抛开亲人这层关系，作为邻居也应该多多亲近亲近呐。我们好心好意来看看串串门，可你们咋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？不就是吃你们家几个大白馒头吗？有必要跟防贼似的，又是锁大门又是趴门缝的，你们有点过分了啊。行了，你们别说了，赶紧出去，我没你们这样的好邻居。占山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我们刚来，你咋就能往外撵我们走呢？别傻戳着，赶紧坐下待会儿。好，那咱们就坐上一会儿。你们赶紧走，别再来烦我们了，行不？秀梅呀，你看你这是干啥？我们老2口子就在这坐会儿，也不碍你们啥事儿。你们忙你们的，这不都晌午了，赶紧去做饭呢。做好了我们就走，绝不在这拔眼儿。爹娘，人家说的对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这左邻右舍串个门很正常。赶得早不如赶得巧，就留他们吃顿午饭，你们赶紧去做饭去吧。闺女，你这是要干啥呀？咱们也不欠他们的，凭啥留他们吃饭？就是啊，你好糊涂，忘了当初他们是咋对咱家的，你差一点就被他们害死，还想让我给他们煮饭吃，给他们吃屎吃尿还差不多。我赞同娘的话，他们不配在咱们家吃饭，你们2个老家伙给我滚出去，我们家不欢迎你们。你个死孩子，你家又不是你做主，你姐都同意我们留下吃饭了，你这推推搡搡的干啥？就是没大没小的东西，读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，一点孝心都没有，真是白疼你了，赶紧一边待着去。你啥时候疼过我了？说这话你也不嫌害臊。
你个没良心的，我咋不疼你了？小时候我还抱过你一次呢。小韩，听姐的话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他们既然这么爱拜访咱们家，咱们岂能慢待？这要是传出去，这别人就会说咱们待客不周。姐，这不是礼尚往来，他们这种行为是胡搅蛮缠。他好像有点明白了，姐姐这是要找机会修理修理这没德性的两口子。爹娘，我姐说的对，近邻胜似远亲，你们赶紧去准备吃喝吧。小韩，你咋也跟着添乱呀？好吧，娘听你们的，我这就去煮饭。娘，多做一些好吃的，红烧肉、炖排骨、清蒸鱼，还有叫花鸡，我都想吃。好，娘这就去准备。林氏心不甘情不愿的拽着陈占山走了出去，嘴里嘀咕着：这俩傻孩子今天是咋了？青丫头要留我们吃饭。是啊，都是街坊四邻的住着，我难得回来一趟，既然你们赶上了，这就留下来吃个便饭。我爹娘去厨房准备酒菜去了，一会儿咱们就吃饭。好，都没外人，千万别太破费了，简简单单就行。你真是闲得蛋疼，啥叫简简单单，啥叫别太破费啊？人家青丫头是差钱的人吗？今天你们来的太突然了，也没准备什么特殊的菜，要是有款待不周的地方，还望二位多多担待。好说好说，有肉有排骨就行，应该足够吃了。甄青青端起上面的一盘点心，放到角落里的柜子底下。你们先坐着歇一会儿，我出去看看这饭菜好了没。好，别管我们，你们快去忙吧。姐，你赶紧说说，想怎么对付他们？行啊，懂我者小韩也。那是，我姐是谁？你才不会受这窝囊气呢。你个小鬼头，少在这里拍马屁！一会儿你得跟我演场戏。姐，你说，我听你的。好，一会儿咱们就这样。陈青青在陈寒耳边低语了一番。这个主意好，看他们长不长记性。哎，老婆子，你说他们是真心想留咱们吃饭吗？哎呦，我的傻老头子，人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还有啥不放心的？再者说了，咱们管他真心还是假意啊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老婆子，刚才我听他们说，不但有鱼，还有红烧肉，那肉咋烧啊？烧红了不就糊了吗？那还咋吃啊？你真是个没见过大天的土蛤蟆，啥都不知道。这要是让外人听着，都能笑掉大牙。没吃过猪肉，没见过猪跑啊！这红烧肉不就放火里烧红了，是把铁锅烧红了，然后再放肉，熟了就是红烧肉。对，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儿。老婆子，你说又是鱼又是肉的，这得花多少银子？你管他多少钱呢？吃你的就完了。一会儿记住了，多吃肉少吃鱼，多吃菜少喝酒，别傻了吧唧总是埋头干饭。为啥多吃肉少吃鱼啊？听说鱼肉吃着味道也挺鲜美的。再说了，我一年到头都喝不上一顿酒，好不容易捞着机会了，那不得好好喝上一顿呢？你呀，真是个傻棒槌，自己几斤几两你不知道，2两猫尿一进肚就往桌子底下钻，喝多了你还吃个屁呀！那鱼肉有腥味不说，刺儿还多，不如大口吃肉，一咬满嘴流油，吃着绝对过瘾。对，老婆子，你这话说的有道理，我听你的，一会儿啥也不吃，就可劲儿吃肉，这回说啥也要好好的解解嘴馋。瞅你这傻样，不过吃归吃啊，也得注意一下形象，毕竟咱们身份不比从前。那行吧，我尽量不弄出动静。陈老汉说完，这肚子就叽里咕噜乱叫起来。哎呦，我这都饿得受不了了，他们咋还没做好饭呢？别着急，好饭不怕晚，有好吃的咱们就等着吧。陈老汉饿得不行，直接把手里的点心往嘴里塞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好吃，真是太好吃了。就知道吃，也不知道给我一块尝尝，赶紧过来。
老婆子，你快尝尝这个带红点的，有股子枣味儿，吃起来可比桂花糕好吃多了。哎呦，我的亲娘，这里边还有枣泥儿！哎，我最爱吃大红枣了。咱们不能多吃啊，一人先吃一块。真要是吃饱了，一会儿可没地方吃红烧肉了。对对对，老婆子你说的没错，留点肚子好吃肉。片刻的功夫，大半盘的点心就这么下了肚。去吧，小韩，记住姐教你的话了吗？记住了，真是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。哎，不急不急，饭菜都做好了嘛。快了快了，锅里炖着排骨，灶上烤着叫花鸡呢。你们再稍等一会儿，饭菜一会儿就上来。你们做个饭咋这磨叽呢？哪个菜做好了，赶紧先端上来呀，我们都饿了呀。是呗，那个红烧肉做好了吗？赶紧端上来，是我们先吃的。你们别急啊，饭菜马上就来。小韩，咱们准备开饭了。姐，收拾好了。好嘞，我去端菜。甄青青转身刚要朝外走，猛地收住脚步，满脸惊愕地看着陈寒，他厉声地呵斥道：“小韩，你不要命了！”姐，我咋了？咋了？你说咋了？谁让你偷吃点心的？你快说，你到底吃了多少？要不然我打死你！我没吃，这不是我偷吃的。我进屋就开始收拾桌子，绝对没有吃点心。谁偷吃谁烂舌头！亲丫头啊，你看你这是干啥？韩小子不就吃了几块糕点，值得你这么小题大做吗？看在奶的面子上，别跟韩小子计较啊！赶紧端菜去吧。就是啊，不就是几块点心吗？吃了就吃了，不至于跟个孩子一般见识。哎呀，不是我小气。亲丫头啊，你这是啥意思啊？你在这哄那傻子玩呢？你真要是不想留我们吃饭，你就直说，别在这兴妖作怪的。我们这儿跟傻老婆等泥汉子似的，都等半天了。你一来就拿那几块破点心说事儿，这样有意思吗？哎呀，你们不知道，那些点心不是给人吃的。啥？不是给人吃的？到底咋回事？你赶紧说明白点。我家里最近闹耗子，我便在点心里放了一些强效的耗子药，要真是被人吃进去，这不死也得丢半条命。只见两个人吓得脸上顿时没了血色，斗大的汗珠流了下来。快说，你到底吃没吃？真不是我吓唬你，要是不及时医治，不出2个时辰你就会气绝而亡，到时候就算是大罗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了。姐，你放心，我真没吃。真的？真的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，看来是被耗子吃了。这个消息无疑是晴天霹雳。亲丫头，你说那点心有毒？是啊，这是专门要耗子的，不过小韩没吃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哎呀，你们赶紧坐下，我这就去端菜。你先别走，你们真是胡闹啊，咋能用这金贵的点心给耗子吃呢？是啊，好好的东西为啥喂耗子？你们，哎呦，你们这不是败家吗？哎呀，你们不知道，我们家耗子这嘴都吃刁了，白面馒头看都不看一眼，就喜欢这带滋味的。不得已，我就只好每次从镇里回来，就带一些掺了耗子药的点心。话音刚落，就听院外的林氏喊了一声：“当家的，你快来，有一个大耗子要死了，赶紧挖个坑埋了。”这一嗓子把陈老汉2口子吓得魂儿都没了，愣在原地不知所措。青丫头啊，你带回来的耗子药还真管用，刚才药死了一个这么大的耗子，看着真是吓人。是啊娘，估计这回能把所有耗子都给药死了，这以后咱们家就消停了。这些日子让这些大耗子霍霍的粮食，估计能喂2头大肥猪了。说话间，陈占山从屋外走了进来。江丫头、秀梅，你们俩先别聊了，赶紧端菜去吧。啊，对，你们快坐啊，我们去端菜，咱们这就吃饭。哎，等等，秦丫头，你先别走。有事吗？秦丫头啊，
是这么回事儿，都是我一时糊涂，饿得不行了。可这那点心我们老两口就拿了几块，不知道这里边还下了毒啊！啥？你吃了这点心？你们真糊涂啊！这咋能吃耗子药呢？要知道我们肯定不吃，这不是不知道吗？这耗子药可是剧毒呀，人吃了准没救。可不是呗，吃了大半盘子，这不是找死吗？哎，行了，你们别说风凉话了，行不？就是啊，我们老两口子都中毒了，赶紧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呀！这耗子药可是剧毒，要是吃1块2块还好说，可你们倒好，居然一吃了半盘，这不是找死吗？啥意思？你是说我们没药可救了？你赶紧给我想办法，我这要有个3长2短的，你脱不了干系。就是啊，我在你们家吃了有毒的东西，你们就得负责呀！真要是出了人命，你们一家都得蹲大牢，给我们偿命。你们别胡搅蛮缠不讲理，就算你们死在我家，那也是意外，意外懂吗？耗子药是你们嘴馋自己吃的，可怨不得我们。就是我扒着你嘴塞了，还是拿刀逼着你们吃了？你们嘴馋，见啥都往嘴里炫，还想赖我们？要死活该！爹娘，你们别说了，都怪我就怕有毒的点心要死人，所以就放到了墙角的柜子底下，谁知道这还是被他们给偷吃了。没事，闺女，这事不怨咱们，谁让他们俩嘴馋，就算要死了，也是他们自找的。对，是他们自己吃的，纯属意外。就算官府的人追查，咱们也不怕，大不了给陈战采点银子当做赔偿。这种情况构不成犯罪。我读过大明朝律法，我姐为了避免人误食，已经把点心放到柜子底下的好死洞口，谁知道他们会偷吃呢？所以就算要死了也没事儿，官老爷不会治罪咱们，出于人道，可能会让咱们赔他们一些丧葬费。不治咱们的罪就成，银子我有的是，赔就赔点吧。对，到时候多给陈占良几两银子，让他买上2副上好的棺椁，好好安葬他们，也算对得起他们了。这丫头啊，你刚才不是说有办法解毒吗？你快点想想，我还不想死。老婆子，我感觉心发慌啊，嘴发苦，一定是毒发了，我是不是要死了呀？别胡说，刚才青丫头不是说了吗？这毒能解。青丫头，你快想想办法给我们俩解毒吧，我们以后再不来你家乱吃东西，我们知道错了，赶紧给我们吃点解药吧。这解药有点特别，我怕你们吃不下去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！俗话说得好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上吊不如抹脖子。只要能活命，有啥不能吃的？就是，只要死不了，哪怕是缺个胳膊少条腿儿，吃垃圾喝脏水，这些都不在话下呀。既然你们这么说，我这里有一个土方子，只要吃了这百灵草泡的水，此毒便会瞬间而解。哎，行，青丫头，快拿出来吧。我手里现在没有这味药。没有？那咋办呢？别急，虽说我这手里没有百灵草，但是这味药非常常见，就是俗称的牛粪。啥玩意儿？牛粪？你说牛粪能解毒？是啊，你可别小瞧这牛粪，这牛是吃百草长大的，这拉出的粑粑就是百草灵，那可是一味上好的中药，不但能够疏肝理气、活血化瘀，而且还有清热解毒的功效。哎，行了，你别说了，那玩意儿咋说也是屎，臭烘烘的，怎么吃得下去呀？记得上次你就是用牛粪给我家占财治好的失心疯，现在又用牛粪给我们解毒。照你这样说，那牛粪不成包治百病的灵药了？就是，我看你就会拿牛屎给人治病，这可是人命关天呐！你可不能拿我们老两口的性命闹着玩啊！你们要是不信我，那我也没办法，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去吧。哎，不，信我们信你。那牛粪下不去口啊，能不能换个别的法子啊？
我只知道这个土法子能够快速解毒，这其他的我也没有把握。万一这毒解的不彻底，过个3、5日再气绝身亡，到那个时候这后悔就晚了。老头子，你说咋办呢？哎，还能咋办？为了活命，咱们也只能吃屎了。哎呀，真是造孽呀！亲丫头啊，就劳烦你帮着配点解药吧。好吧，我这就去找百草灵救你们的命。灰乎乎的百草灰便大功告成。好了，小韩，让他们出来吧。陈寒憋着笑，朝着屋里面大声地喊道：好了，你们快出来喝粉汤子吧。你这孩子扯着嗓子瞎叫啥？要让人听见了，还以为咋回事呢？老婆子，这玩意儿能好喝吗？好喝也得喝，不好喝也得喝。这要是两腿一蹬，可就彻底与世无争了。端完仰脖一顿狂喝。青丫头啊，他们这么大岁数的人了，这要是给折腾死了也是麻烦呢，差不多得了。娘，你不懂，这牛粪真是好东西，这一碗下去，没准还能治好他们的贪心病呢。你们感觉怎么样？没啥感觉，就是有点恶心。是啊，还跟刚才一样，就是嘴里有股子牛粪味儿。我能不能漱口啊？哎呀，不可，千万不能漱口，这万一影响药效，可能会解毒解得不彻底。好，我记住了。哎，走了，赶紧回家。老婆子，咱们不吃红烧肉了。吃你娘个蛋呐！一大碗牛粪下肚，你还能吃得下去？看他们这次长不长脑子。哎呀，是啊，虽说这次惩治了他们，可以后再来捣乱咋办？爹娘，你们放心，他们以后绝对不敢再来了。话不能说得太绝对，毕竟这俩人没脸没皮的，记吃不记打。放心吧娘，他们肯定不敢再来。要是还来捣乱，咱们就换一种方法对付他们，不信折腾不死他们。小孩说的对，他们最惜命。哎，快进屋，咱们准备吃饭。回到家里，老头子，我觉得咱俩好像让那死丫头骗子给耍了，那点心不可能有毒。哎，不可能，这可是人命关天呐！就是借给那死丫头俩胆儿，他也不敢拿这事儿开玩笑啊。说说你的看法。我能有啥看法？这不是手心里的狮子，明摆着的事儿吗？咱们吃了耗子药，人家给咱们解毒，没啥可怀疑的。事儿是这么回事儿，可是点心里到底有没有毒，咱也不知道啊。真要是他们一家合起伙来霍霍咱们老两口子，那咱们岂不成跳梁小丑了？那能有假吗？他们真要是算计咱们老两口子，那也太缺德了。不对，今天我一去他们家就感觉不对劲儿。那死丫头骗子平时见到咱们跟那黑眼风似的，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，那架势恨不得把咱生吃活嚼了。哎，可他这次可换了个人似的，又是端茶倒水，又是留咱吃饭的，一定是他有意为之。你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！这有啥不对劲儿的？那死丫头不是换了个人，她是怕咱们家的权势啊。这不用你说我也知道，可我就觉得吃屎解毒这事儿不靠谱。梁富贵媳妇儿在堂房被陈青青说了几句，心中很是不满，阴着脸回到了家。哼，你一天天的心情倒是挺好，让我在堂房受气，我真不想再伺候他们了。咋了，媳妇儿？谁给你气受了？倒也不算受气，就是让人说了几句。富贵儿，那熬糖技法我学的已经8、9不离10了。你既然打算咱们单干，还让我留在陈家干啥呀？我是一天也不想去了。别介呀，媳妇儿，咱们就算打算单干，可眼下没有甜菜也熬不出来赤砂糖。你先委屈点干着，多少也是点迹象。等咱家糖坊开起来，攒够钱，咱们也盖青砖大瓦房，那日子多美呀！富贵，你不知道，我在陈家干活一点也不顺心，凭啥干一样的活计，
陈青青却另眼相待，给他家里人30文钱一天，而我们才20文，这不公平。好媳妇儿，人家都是自己人，多给点也算正常，你就再忍一忍。只要地里的甜菜一收获，我们立马另起炉子，不伺候他们老陈家了。不行，我是一天也干不下去了。梁氏想起刚才被陈青青赶出熬堂屋，这心里就非常不舒服。富贵啊，陈占山家送甜菜的那个商人郑忠，每隔半个月就来南山村一次，而且他每次都是在清水码头卸货。咱们可不可以高价把甜菜收过来，这样不就有原料了？对呀，这个主意好，我咋就没想到呢？你同意了？咋不同意啊？早一天发财，咱们就早一天过上好日子。明天我就去镇里找李江商量这事儿，只要他答应出本钱，咱们就开始熬汤。